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保持肌肉量并减少脂肪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是艰苦的健身训练吗？还是可疑的减肥补品？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实现这一梦想的终极方法 ——Optimum 进食。Optimum 进食是一种可以减去脂肪而不减少肌肉量的小型进食计划，试图在短短几天内改善体质，创造一个不会反弹的身体，成为您生活中的最后一次减肥。今天我将介绍坂田武士的4天纯减脂进食方法，这是一种不会失去肌肉的终极快乐瘦身法。说到进食，许多人可能会想到酵素饮料进食。确实，在进食期间，酵素饮料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，但我将在稍后解释原因。实际上，酵素饮料存在一个缺点，可能会降低成功率。通过酵素饮料进行进食，有些人体重确实会下降，但肌肉也会减少，有些人甚至会反弹。我想这种情况相当普遍。值得庆幸的是， Optimum 进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。Optimum 一词的意思是最佳、最优、最高，加上 health， 指的是在年龄增长的过程中努力保持最佳健康状态的概念。通过最大限度地减轻消化器官的负担，只摄取身体喜欢的营养，同时保持肌肉量，仅减少脂肪，使血糖水平稳定，减少饥饿感，而且一旦实施，就不会再出现反弹的情况。那么，为什么 Optimum 进食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呢？通过这段视频，我们将进行解释。我希望您能够踏出迈向人生最后一次减肥的一步。今天的节目内容如下：第1章，我们将介绍一种极不反弹的 Optimum 进食的建议。第2章，我们将讨论酵素饮料和 Optimum 进食饮料之间的区别。第3章，我们将解释挑战 Optimum 进食的原因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从第1章开始。近年来，人们对于保持健康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，包括预防疾病、改善健康、美容和减肥等方面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许多人将减轻体重作为唯一目标，而忽视了肌肉对健康和美容的重要性。每天只凭体重来评判减肥效果，比如昨天增加了500克，今天减少了500克，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。但即使达到了目标体重，如果只是减少了肌肉和水分，而体脂仍然存在，那就无法称之为拥有美丽的身材。实际上，这种情况意味着基础代谢率下降，很容易导致反弹。为了避免反弹，需要保持肌肉量，同时降低基础代谢率，减去多余的脂肪，而这正是本书介绍的 Optimum 进食所能实现的。由于饮食不均衡导致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，以及缺乏必需的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会导致肌肉减少、能量代谢下降、脂肪比例增加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较长，内脏器官将受到损害，导致食物中的营养无法顺利消化吸收，从而形成容易积聚脂肪和废物的体质。没错，体质是长期生活方式的结果。本书介绍的进食方法旨在改善体质，避免反弹。为此，我们将优化一系列流程。随着脂肪减少，肌肤变得更加美丽，更不易疲劳等积极变化。这让我们认识到身体是通过摄入的食物构建的，强调了每天摄取健康饮食的重要性。此外， Optimum 进食的魅力在于其高达 98% 的成功率，这意味着在1500名挑战者中有 98% 成功了。让我们更仔细地了解一下 Optimum 进食的效果。它具有以下5大效果。第一个效果，保持肌肉量的同时只减少脂肪。市售酵素饮料主要含碳水化合物，在空腹时饮用会导致血糖不稳定，易引起饥饿感或营养不足，因此有人提前退出。遗憾的是，体重减轻只是因水分和肌肉减少，肌肉减少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，对健康不利。Optimum 进食可确保摄入构建肌肉所需的营养素，同时保持肌肉不减少，只燃烧脂肪，因此被认为是最佳、最优、最高的进食方法。接下
Optimum 进食的第二个效果是通过让消化代谢功能休息，提高应对能力。在进食期间，我们会准备一款食物饮料，即使摄入必需营养素，也能最大限度地让疲惫的胃肠得到休息。从进食到排泄，一系列流程都会得到优化。此外，用于消化的能量会被节省下来，可能会被利用来分解体脂肪，并提高能量代谢率。接着，让我们来解释 Optimum 进食的第三个效果，即改善肠道环境，缓解便秘和改善皮肤问题。Optimum 进食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减肥方法，也在便秘诊所中应用广泛，被视为一种营养疗法。通过饮用含有有益菌的食材制成的饮料，可以增加良好菌群，改善肠道环境，促进排便，进而推进排毒过程，减少痤疮的发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了解 Optimum 进食的第四个效果，这将提高你的味觉敏感度，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。通常超市里的加工食品和外卖中的饭菜都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和盐分，口感浓厚或过甜。长期食用这些食物会麻痹味觉，而在进食期间，我们会避免摄入这些食物，使我们的味觉恢复到对原料本身的敏感，认为原料本身的味道是美味的。尽管现在可能还体会不到，但随着味觉的恢复，你会自然而然地喜欢上健康的料理，所以请期待吧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解释第五个效果，即变得更加敏锐、精力充沛的身体。当消化器官得到充分休息并获得所需营养时，睡眠质量会提高，早上醒来会感到神清气爽。蛋白质不仅是肌肉的构建材料，也是神经传导物质的原料。通过摄入足够的蛋白质，与通过市售酵素饮料进行的进食相比，你会感到更加少烦躁，思维也更为清晰。此外，通过适当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，还可以减少疲劳物质乳酸的产生。确实 ，Optimum 进食具有我刚刚解释的这五个效果。尽管以前尝试过进食并出现反弹，但有些人可能会想，下次想瘦身时再进行进食就可以了。然而，持续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导致压力增加，肌肉量和应对能力下降。反复进行进食，却无法有效减肥，反而容易反弹。要实现美丽而极致健康的身体，并不是通过不断进行进食来实现，而是应该追求一种无需进食即可达到的健康体态。有人可能会认为，保持一次改善后的身体状态，经过进食后继续保持，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但首先可以像一生中的一次决定那样，认真地进行一次进食。当取得显著成功后，就会养成胜利的习惯，进而在日常生活中更自觉地努力改善身体状况。这种意识逐渐增强，自然而然地导致接下来采取更健康的行动，并能长期保持最佳状态。那么接下来我想讲一下酵素饮料和 Optimum 进食饮料之间的区别。对于想减肥并且关心健康的人来说，寻找一种不会引起反弹并且对健康有益的最佳方法是很重要的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推荐使用市售的酵素饮料进行进食，以及它们与 Optimum 进食饮料的区别。市售的酵素饮料是如何制作的？你可能知道，它们是通过大量的砂糖浸泡蔬菜和水果进行发酵而制成的。它们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糖类，并且通常会添加果糖、葡萄糖浆等甜味剂，以增加口感。换句话说，酵素饮料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。在进食期间饮用这些饮料，意味着在空腹时摄入碳水化合物，导致血糖迅速上升，然后迅速下降，很快就会感到饥饿。这种饥饿感可能会带来压力，并导致挫折。相比之下， Optimum 进食饮料富含蛋白质，并且只摄取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，从而使血糖水平缓慢上升，更加稳定，因此不容易感到饥饿，更容易坚持。但是你可能会想，酵素饮料中的酵素不是有益于减肥吗？
听到酵素这个词，可能会让人觉得对身体有益，但是让我们在这里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。首先要怀疑的是加工食品，即瓶装酵素饮料是否能保持活性酵素。根据质量标准和食品卫生法，罐装或瓶装食品是指将食品装入罐子或瓶子中，并进行密封处理，以延长保存时间。然而，在这种密封环境下，酵素是否能保持活性呢？据说，酵素在60°C以上的温度下会失去活性，因此瓶装酵素饮料中可能只剩下高糖液体。摄取食物中的酵素可以帮助消化，但不会直接增加体内的酵素。例如，生姜酶和味酶等体内酵素是由蛋白质制成的。正如之前所述，市售的酵素饮料中蛋白质含量微量，主要是糖类。请记住，食物中的酵素和体内活动的酵素并不相同。酵素是一种有助于消化和代谢的蛋白质，大致分为食物酶和内源酶两类。让我简要解释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。首先，所谓食物酶，指的是从生食蔬菜、水果等食物中摄取的酶，它们的作用是辅助潜在酶，即消化酶的功能。虽然我们可以从食物中摄取酶，但这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消化酶或代谢酶。潜在酶是指在体内生成并发挥作用的酶，消化酶和代谢酶是有限的。据说在一生中，人体所能生成的量是有限的。食物的消化能量、细胞再生和免疫力等都与酶有关。如果摄入含有大量添加剂的加工食品，或者过度摄取油腻食物，会给消化器官带来负担，需要消耗大量能量进行消化，导致能量不易用于代谢，从而降低代谢酶的活性，使身体容易发胖。实际上，胃肠道的负担是导致体重增加的根本原因。如果消化器官的负担过重，消化酶就必须努力工作，并且会消耗大量酶。因此，如果酵素饮料中的食物酶能够存活并发挥作用，那么可能会辅助消化酶的功能。加热杀菌后的液体中是否能够存活下来是一个问题。与其依赖含有大量糖类的酵素饮料中的存活酶，不如选择含有平衡营养素，包括潜在酶所需的蛋白质的 Optimum 进食饮料进行尝试。这是作者的建议，即使不试图引入外部概念。当消化器官得到休息并开始康复时，能量代谢会占据主导地位，从而减少了消化酶的浪费。要提高代谢，关键在于平衡摄入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这6大营养素。现代人的饮食往往过多摄入糖类和脂肪，而缺乏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。因此 ，Optimum 进食的目标是在补充所有营养素的同时，让消化器官得到休息，促进身体的恢复。还需要了解一下酵素饮料中缺乏蛋白质的缺点。我们的身体消耗的能量比摄取的能量多，这会导致血液中葡萄糖不足，使人陷入饥饿状态。这时，肝脏中储存的糖原和肌肉等体内蛋白质被分解成葡萄糖，以补充不足的血糖。这个过程称为糖原溢充。结石导致肌肉流失的原因在于蛋白质摄入不足，导致肌肉分解超过合成。在节食期间，使用酵素饮料可能由于无法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而导致肌肉流失，基础代谢减缓，使得身体更容易储存脂肪。相反的 ，Optimum 进食则采取相反的策略，积极摄取蛋白质，促进肌肉合成。能量代谢和肌肉合成同时进行，因此在节食后可能会稍微减少肌肉量，但当恢复正常生活时，体脂肪会减少，肌肉量会增加。肌肉合成的速度因个体而异，有些人可能需要1周才能增加肌肉量，而有些人可能需要2周。总之，节食后可以保持肌肉，只减少体脂肪。据说98%的人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。您觉得如何呢？饮用进食饮料可以带来如此大的变化。顺便提一下 ，Optimum 进食的周期是4天。听到4天可能会觉得很长，但实际上
只有第2天和第3天是完全喝饮料的日子。这样一来，你可能会意外地觉得自己能够做到吧。即使是第一次尝试进食，也可能缺乏自信，或者担心无法兼顾工作。了解以下3个特点可能会让你感到安心。第一特点，充分摄取蛋白质，减少饥饿感。我们已经多次提到，为了维持新陈代谢，需要充分摄取蛋白质，因此在进食期间饮用的饮料中，会混合蛋白质、豆浆和甜酒等3种成分。积极的摄取蛋白质，适量减少平时过量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，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，减少饥饿感和情绪波动。第二特点，只有2天是喝饮料的日子。第1天是为了调整胃肠，准备好进食，早餐和午餐吃正常食物，只有晚餐用进食饮料替代。第3天全天只喝饮料，然后最后1天逐渐恢复正常饮食，早餐吃蔬菜和水果，午餐吃粥，只有晚餐再次用饮料替代。这样4天里并不是完全不摄入固体食物。相对来说，在各种减肥方法中，Optimum 进食可以算是比较温和的一种。第3特点，即使在工作日也可以实践。Optimum 进食需要4天，即使是在工作日，只要安排好，不要有外出用餐的计划，进行4天的进食也相对容易。比如，按照每周休息5天的工作安排，从周五晚餐开始喝饮料，然后在周末进行进食，这样是比较推荐的方法。即使有工作日，只要将饮料装在瓶子里，带到公司，就可以轻松进行进食。我们将会详细讨论第3章如何准备 Optimum 进食。首先，让我来说明一下制作 Optimum 进食饮料的方法。这款饮料制作简单，根据所选的材料不同，有些可能价格较高，但相比市售的酵素饮料，性价比更高。制作 Optimum 进食饮料的方法很简单，请准备以下1杯分量的材料：1 20克至25克的乳清蛋白粉，2 300毫升无添加豆浆，3 100毫升不含糖的米曲甜酒。一旦准备好这些材料，接下来只需按以下2个步骤来制作。第1步，如果没有专用的 Protein Shaker 摇摇杯，可以将豆浆和甜酒倒入水杯或其他容器中，然后加入蛋白粉，盖好盖子，充分摇匀混合。第2步，将这3种材料倒入玻璃杯中混合搅拌，也可以使用带盖子的摇摇杯，这样可以更均匀的混合。建议先倒入液体，然后再加入蛋白粉，然后摇晃混合。另外，使用加热过的豆浆来制作热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这样更容易产生饱腹感。但请注意，如果加热过度，米曲甜酒中的酵母菌可能会被破坏，因此在饮用时请保持适中的温度。Optimum 进食饮料所使用的这3种材料，只要名称相同，就可以随意选择，但有些条件需要注意，因此请确保选择适合的材料。首先，让我们讨论一下第1种蛋白质，即乳清蛋白。作为我们的蛋白质来源，我们选择了乳清蛋白。虽然蛋白质听起来似乎很简单，但实际上有各种类型，所以请根据以下3个要点选择适合的蛋白质。要点1，选择吸收良好的乳清蛋白。蛋白质可以分为动物性乳清蛋白，来源于牛奶、酪蛋白和植物性大豆蛋白。在这些中，选择吸收率最高的乳清蛋白。要点2，推荐选择不含甜味剂的蛋白质。市面上出售的蛋白质通常会添加甜味剂和香精，以提高口感，但这些通常含有高糖分和添加物，因此在制作进食饮料时，建议选择不含甜味剂的纯净蛋白质，以保持进食饮料的纯净性。然而，如果是含有较高蛋白质含量且透明度低的乳清蛋白，味道方面就不太重要了。选择蛋白质的第3要点是，即使是添加了维生素等的蛋白质也是可行的。有些蛋白质还添加了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以帮助有效增加肌肉量。请在选择蛋白质时考虑以上3点，以便更好地实现您的目标。
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豆浆的条件。简单来说，选择无添加的豆浆。从大豆中获得的植物性蛋白质所含有的氨基酸不同，因此同时摄取动植物性蛋白质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和强化。无添加的豆浆含有亚油酸、alpha、亚麻酸、维生素 B1 等必需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多种成分。虽然可选择无添加和调整后的豆浆，但建议选择成分仅含有大豆和水的无添加豆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甜酒的条件。简单来说，选择不使用砂糖的米曲制成的甜酒。甜酒由米曲制成的甜酒和酒造甜酒两种，但在制作进食饮料时，建议选择不使用砂糖的米曲制成的甜酒。米曲甜酒是通过米曲的酶作用将米的淀粉糖化而制成的，可以品尝到清爽的自然盐美风味。米曲制成的甜酒中含有的矿物质，对于因排汗而丢失的矿物质也有补充作用。你知道吗？由于甜酒中的成分类似于疾病期间用作营养补给的成分，所以甜酒是一种理想的健康饮品。此外，甜酒还含有促进血液循环的维生素 B 和对皮肤问题如皱纹和暗沉有帮助的成分。您还可以摄取能够抑制血压上升的肽。总之，以上所述使得营养丰富的进食饮料变得轻松制作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4天的流程和饮食内容。首先是准备期，即第1天。对于不习惯进食的人来说，突然只喝饮料可能会让身体感受到剧烈的变化，因此将第1天设为准备期，仅将晚餐替换为进食饮料，这样身体就可以为进食做好准备。准备期的第1天饮食内容包括早餐和午餐为日式料理，主食为米饭，主菜为海鲜，晚餐则是进食用的饮料。早餐和午餐的规则是选择米饭作为主食，海鲜作为主菜。海鲜中含有的 DHA 和 EPA 有助于促进脂肪燃烧。至于菜单的例子，我将介绍一些，比如1. 早餐米饭、纳豆、海带和香菇味噌汤拌青菜。晚餐煮青鱼、煎蛋、豆腐和青菜味噌汤，5味海带煮泡菜。希望您能参考这些日式菜品，以均衡摄取营养。晚上在离就寝前4小时内尽量不要进食，同时在22点到0点之间结束饮用进食饮料，以便让胃肠得到充分休息。接下来，我想解释一下第2到第3天的情况，也就是断食的第2天和第3天。请在早、午、晚餐时摄取进食饮料，这2天是完全的断食日子。早、午、晚餐都只摄取 Optimum 进食饮料，通过适量、均衡的营养摄入，血压会稳定，而且不摄入固体食物可以让消化器官得到休息，你会感觉头脑清晰，身体轻盈。如果你平时活动量较大，感觉能量不足，增加饮料的摄入量到原来的3倍也是可以的。1杯的量大约为400毫升，相当可观。你可以分成100毫升1杯，分次饮用，这也是可以的。这样做可以延长用餐时间，特别是对那些没有特别安排的人来说，可以打扫房间，放松心情，甚至做一些心理排毒。接下来是最后1天，也就是第4天恢复期。早餐时你可以选择一些生的蔬菜和水果，这是你渴望的食物。午餐时可以吃些粥，晚餐还是继续喝 Optimum 进食饮料。这1天标志着2天的断食结束，开始恢复正常饮食。早餐时，选择那些你身体需要的生蔬菜和水果，不加调味，尝试着原味食用，你会发现味觉更加敏锐，能更好地感受到食物的原味。接着在午餐时，我建议您选择简单的调味或配料，而不要选择浓郁的口味，这样即使是清淡的米饭，也能够品尝到米饭的醇香风味，并享受到食材的原汁原味。最后在晚餐时喝上 Optimum 进食饮料，结束这4天的进食。这样4天的 Optimum 进食就完成了。在这4天中，补充水分非常重要。您可以选择饮用常温水或
或无咖啡因茶来补充水分，每天约1.2升左右即可。此外，当您出汗较多时，可以考虑摄入富含天然盐分的食物，如海带等，因为天然盐分不仅含有钠，还富含微量的镁、钙等矿物质。相反，在禁食期间，应避免摄入咖啡因、酒精、食品添加剂和吸烟。对于目前吸烟的人来说，或许4天不吸烟会感觉有些长，但我希望您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尝试戒烟。那么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相信不少人会觉得这个计划挺有希望的。首先，让我们全力专注在这4天里，减掉多余的脂肪，拥有一个不易发胖、不知疲倦的健康身体。如果你觉得开始有些困难，不妨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尝试，共同努力。共同付出努力可能会提高动力。除了视频中提到的内容外，还包括了不易发胖的禁食饮食生活、成功经验、如何辨别和摄取补充剂的方法等，以及如何更有效地进行 Optimum 进食、如何防止反弹并进一步减少脂肪等内容的解释。深入学习这些知识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Optimum 进食，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。祝你在实践中取得成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